小伙子，小伙子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骑车不看道啊？直接逆行，你这可就过来了。当时我脑子里是一阵阵的发懵，躺在路上半天没动啊。那辆货车司机把车停下来之后呢，马上向着我直接这就跑过来了。你说你啊，路上这么些车，你看不见呢你？直冲冲的来，太危险了。那人倒是挺热心肠的，赶紧的把我搀扶起来之后，不过从他的言语当中，我明白了，这路上并不是空空荡荡一辆车都没有，而是兄弟我压根没看见呢。我跟你讲啊，大老远我就看见你了，大家伙都躲避着你，可你还是冲上来了。可是我就好像看不到车一样，一直在那马路之上横冲直撞的飞速，就这么行驶着。不少车都在避让我，但是我还是出事儿了。这件事情发生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一个叫做横江的这么一小镇。这件事情是我本人的一个亲身经历啊。2014年的时候呢，我结婚之后，我没出去打工去，而是留在老家镇上当了一名修车工了。有一次周末，我和几个同事下班之后呢，就去喝了一点酒。往家走的时候，大概是晚上得有个10点多了吧。我们家呢住在镇子边上的一个村子里面，晚上走夜路基本上是没什么人的，而且啊这还挺黑。但是我当时有酒劲跟着冲着呢，我不害怕，我觉得甚至说都有些无聊了。可是刚刚走出镇子没过多久时，我突然就看到前面有这么一人影，而且看着行走的方向也正是我们去的那个村子里。我当时挺高兴的，我觉得居然是一个村子里的人，那肯定就是认识的，一起搭伴回家，路上有个聊天的，就赶紧加快脚步想去追上他。哎，老哥，等一下呗，咱们俩搭个伴儿一起走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么寂静的夜晚，小路之上有我从后面追上来，那个人总会有所察觉，回头看看的吧。可是那人始终可没理我，我当时忍不住在那人身后就叫了这么一声啊。我稍微等我一下啊，老哥，等一下，咱俩搭伴儿一对儿走呗。老哥，可那人就像是没听见一样，继续不搭理我，继续往前走着。而直到这个时候，我也发现这个人的那奇怪之处了。只见他浑身上下，不管是身体还是穿着，都是黑色的，而且黑的很诡异，似乎一点也不反射自然光线，就是一团黑色气体在移动一样。因为当时离得太近了，我目测了一下他那个身高，以我的身高作为比较来讲的话，那人足有4-5米那么高啊。而这个发现啊，吓得我浑身一激灵啊，这什么呀这个？我发现不对劲儿了，酒醒了一半，没敢再上前，也故意放慢了脚步，跟那人拉开了一些距离。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，那人可一直没回头啊，因为他在前面，我也不敢超越他，只能是远远的走在了后面。就这样又走了大概得有个半个多小时，我终于是熬到家了啊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这进屋也不说小声一点儿。在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12点了，那时我老婆已经先睡下来觉了，但是我呢慌慌张张被我那进门的声音呢就给吵醒了。真烦人，一身的酒气。哎，今天晚上跟同事一起喝少了一点儿。终于到家之后呢，我也没那么害怕了，跟老婆聊了几句之后上床，这就准备睡觉吧，都这个点了赶紧睡吧。我跟你说，哎，我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一浑身漆黑的人，可高了，得有2米多。什么？不过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始终是放心不下的，于是跟我老婆可就说起来了。没想到她一听可就紧张了起来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听咱妈说那叫什么呀？对，夜游神，遇到严重的那是会丢命的。我岳母谁呀？农村这么一神婆，所以说我老婆多多少少也懂一些。一听我说这东西就知道那个呀是一邪煞，据说遇到那都是要倒大霉的呀。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，而且那会儿躺床上一热乎起来之后，酒劲儿上来了，迷迷瞪瞪的，我睡着了啊。哎，我说你今儿你可别出去了，不行啊，我今儿还有事儿呢。第二天休息日，我老婆说我昨天晚上碰到那夜游煞，是怎么样也不让我出去，
可是我在家里根本就待不住啊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哎，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劝呢？我告诉你啊，甭学你妈那一套。再说我就出去一会儿，没事儿。因为昨天晚上我也跟几个朋友约好了要去打牌的啊，就随便敷衍了应付我媳妇儿几句之后啊，就准备出门往外走了。这种的真是很气死了。行了，那你等一下。又怎么了？我老婆知道我什么脾气啊，也知道拦不住我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她让我等一下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非得出去的话也行，不过你必须把这个你给我带上。这啥玩意儿啊？然后也不知道打哪儿就弄出来一个被折成了三角形的那纸符，用红线跟着绑着呢。接着呢就把这个递给我了。我妈说了，这个也许能帮你度过一劫。原来我老婆是因为担心我昨天晚上碰到夜游傻会出事，一大清早的给我岳母就打去电话了，按照我岳母的指示啊，就做了这么一东西了。我当时心里觉得挺搞笑的。我岳母那一套做法，也就现在老头老太太们还相信这些个东西。不过呢，为了少受我媳妇儿唠叨，我也只好伸手就接过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要随便放行吗？必须挂在脖子上面。哎呀，我真是太丢人了吧这个。当时本来想着接过这个东西随便揣起来这就行了吧，可是呢，我老婆搁这儿不依不饶的，非让我贴身挂脖子之上，这怎么了？不够丢人呐！行，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不带是吧？就别在家，别给我出去了。我让他嘟囔的是烦死了，只好老老实实的挂上，这才如愿的出门去了。我当时有一辆125的那摩托车，上班以后好久没骑了。那天也因为这个路有点远，就骑上车出来了。因为村子里的路本身它就不宽敞，而且呢还总有些人经过什么的，所以说刚开始我骑的也挺慢的。但是出了村子之后，上了大马路以后，那车速逐渐的这个就提起来了。说来那天挺奇怪的本来大周末的，应该热热闹闹的大马路之上竟然一辆车也没有，显得空空荡荡，比平时还要冷清许多。我本来心里还挺高兴的，哼着个小曲儿，越骑越快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就感觉胸口一热，紧接着就发现前面竟然凭空就出现了一辆那大汽车了。那是一辆小货车，车速挺快的，从我对面就直接驶过来了。当我看到它突然出现在我前方时，我已经是离我只有不到10米的距离了。我当时被这紧张的情况吓得浑身的血都凉了。我发誓，我刚才绝对是没有走神的，而且刚才我前面确确实实它就没有车呀。但是那时呢，刹车什么的来不及了，只能快速把车把这么一打，紧急就拐到了路边了。呼的一下，那辆货车也就在这一瞬之间从我身边呼啸而过，一下就冲过去了，离我也就几厘米的样子，介乎是什么呀？擦着我的身体，就这么过去的。因为乡镇的路上都是沙土，我这一急转弯，让摩托车打了滑，紧接着车子直接侧翻了。这接连的事故吓得我大脑是一片空白。等我从惊恐之中缓过神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摩托车已经被甩出去几十米远，而我正躺在那马路边上呢。虽然说命没有丢掉，但是呢，我的一条腿被摔骨折了，身上多处的擦伤，浑身上下到处都疼啊！小伙子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骑车不看道直接逆行，你这可就过来了。当时我脑子里是一阵阵的发懵，躺在路上半天没动那辆货车司机把车停下来之后呢，马上向着我直接这就跑过来了。你说你路上这么些车，你看不见呢？你直冲冲的来，太危险了。那人倒是挺热心肠的，赶紧的把我搀扶起来之后，不过从他的言语当中，我明白了，这路上并不是空空荡荡一辆车都没有，而是兄弟我压根没看见呢。我跟你讲大老远我就看见你了，大家伙都躲避着你，可你还是冲上来了。可是我就好像看不到车一样，一直在那马路之上横冲直撞的飞速就这么行驶着，不少车都在避让我，但是我还是出事儿了。不是我就想知道你啥事这么着急
路上车多，咱都慢着点呗，咱要钱要命有用啊。别人当时都不明白，但是我心里却清楚得很啊。要不是今天一早上我老婆给我那纸符热了一下，我也许到死还是看不到路上的那车呢。那么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对老婆说的是完全信服了。后来我听到很多人遇到了那个叫什么呢，夜游杀的事情，轻则倒大霉，比我好到哪里去更有甚者直接丧命的。